好了，再次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啊。其实呢，来到这里之后呢，相信啊，两位也知道，今天呢，我们是来打这个比赛的。有几个小问题啊，可能想问一下，玉言平时游戏玩的多吗？不是非常多，但是挺感兴趣的。挺感兴趣的啊，是吧？然后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话，其实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了解是挺了解，但是会不会玩就这个呢，还是有待学习当中，是不是？对的。OK 的，没有问题。那嘉义呢？我玩的比较多吧，玩的比较多一些。我从 S2就开始了。哦呦，那是个老玩家了呀。哇，那你本命？确定是本命哦，那可能我们就非常期待了。那这一次的话，你会玩上路吗？辅助。OK， 没有什么问题啊。那玉言小姐姐呢？今天你要玩哪个位置？其实我最开始玩的是 AD， 但是后来发现我容易拖团队的后腿，然后就玩了一些比如说不太容易拖后腿的英雄吧，例如辅助。辅助，那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英雄？我吗？我非常喜欢金克斯，但是我玩不好。那说不定你的队友们能够帮助你把这个英雄玩得很好呢。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下队友的技术，让我学习一下吧。啊，确实如此。那这样的话呢，你对今天的队友有没有一些了解？之前有打过游戏一起，对，之前有一起打过王者。有些许的一些了解。OK， 没有问题。那嘉义呢？你这边的队友你自己有了解吗？我对他们的挺了解的。挺了解啊，都是老熟人了是吧？对，他们也老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互相熟悉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现场呢，除了星光熠熠，还有大咖云集，有请我们的主播们登场。有请李冉、菊花、青蛙、Let It Be、Amazing J、西园原子、彩旗、盛世、安安，欢迎你们！好了啊，我们的战队已经是集结完毕了呀那从玉言这边的队友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冉。Hello， 现场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虎牙英雄联盟主播菊花 ADC。Hello， 大家好，我是青蛙。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手抖的 Let Me。看这个欢呼声啊，已经是老熟人了。好，我们这边战队的也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Amazing J。好，玉言这边的战队名字叫什么呢？有点奇怪，这不是我取的，都让我赢。都让我赢啊！这个呢，就是很温柔的一个名字，先扮猪，然后后面再吃老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声势在。好，那嘉义这边你们的队名是什么？你赢不了一点。赢不了是吧？是有本事你来啊！你过来呀，那种是吧？对。OK， 这个就很有气势啊。两边呢都是一个不同的风格。那这样大家在开场之前，要不要先放个狠话呀？我先来吗？那你加油呗。确实是非常温柔的一个狠话。好，嘉义这边回应一下。你赢不了一点。好这个也是非常有气势，两边呢已经是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势啊。那这样的话呢，这场对决肯定是非常有趣。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双方进入到对战席，那么掌声欢迎他们进入对战席，好吧？那么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英雄之战即将开始。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先拔头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精彩的比赛。我们把画面交给解说席。这个 AD， 我觉得都有可能。是。好，镜头给到我们这边的预言队长。是。其实还是真的美啊，真的美，真的美。确实，你明星了。看一下，比了个心啊。不知道今天要玩些什么呢？其实之前啊，我在那个这个御林金的超话里面有看到，说他平常预言呢也是比较爱玩英雄联盟的啊，也有在去练习啊。今天嘉义队长也是啊，要看一看要操到哪一个英雄。是。
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啊。哦你觉得英雄联盟这5个位置里面哪个位置是最容易 K 头的 ？AD 吧。你也觉得是 AD， 对，但是前期其实你玩中单好一点，像那种法师爆发高一点嘛。所以你想，他比赛限时35分钟，有没有可能你选个 AD 的话，万一前期发育不好，可能你都没等到35分钟，你装备成型就不好 K 头。所以我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选一个 AD，然后4个辅助去保着，或者选4个坦克去保着。但是你都说他们赛前沟通可能不是特别多的话，那你这个4保1阵容需要去磨合。前面规则也是提到我们是有搬人的哦，是。所以呢，像有彩旗的这种队伍啊，还是得稍微搬一搬哦。我们这边这个 ID 一会儿慢慢跟大家介绍啊。像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个刘德华本人呢，就是我们的美男啊 AJ 选手。是。嗯。这个班人方面的话，我觉得要好好去想一下。我刚刚看到他这个第一班是有一个卡特、啊，像这种收割型就是非常不讲道理的英雄，还是值得搬一下的。彩旗的卡特还是就还是搬一搬。不，哎，老鼠这个也有提到。现在就是说什么 AP 老鼠辅助之前很流行的时候，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有聊说，哎，上来就把这个老鼠给搬了。但我觉得这个您这一边还是搬的比较常规的啊。我要对一下号啊。好那蓝色方这边都让我赢是。那不是给大招给你偷吗？应该不会选，就逗你一下。哎，这边连青蛙师傅的锤石都给你搬了，两边搬的还是非常针对的。哎，但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比赛里面，队伍里有青蛙很好哎，他本来就是那种究极强的辅助啊。对他其实应该会承担整个都让我赢队的指挥吧。是。而且这一队的组成啊，像预言战队这边是 Let Me 有菊花，然后以及李冉还有青蛙啊，其实都是算是比较团队的选手，对吧？卡尔玛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哎，你看这两个英雄就是选出来什么，乌鸦加卡尔玛就是有伤害，但是不多，有但是不多啊，就最后那一下应该抢不到。是，卢锡安。这边预言战队的队长啊的 ID 应该就是又是谁的小熊饼干啊，应该是咱们这个预言老师操刀的。娜美吗？卢娜组合。哇，那其实还是打得挺凶的。主要是要看我们预言要玩什么位置。对，不确定，因为暂时只是先选，因为双方的 BP 非常的就是认真。对，他这个可以换，所以现在不知道预言他是不是打辅助。对，其实也有好处，如果真的是操刀娜美的话，娜美还是比一般的辅助容易拿人头一点。那确实。因为现在虽然不能带电，现在能带艾莉嘛。对吧？那艾莉跳一下，有时候前中期拿点人头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出帝国指令伤害也挺高的。对方人马也选了，感觉有本事你来啊！这个对象是一个冲阵阵容。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组合就是给人马加速？那这个人马有没有可能是加义去玩，让他去玩，然后同时帮助他拿人头？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直接，而且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套路嘛。是。看一下第2轮啊，开始搬 AD 了，女警跟坎斯塔。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嘉义战队是有 Amazing J 啊、彩旗、盛世安安，还有这个西园原子啊，是西园原子的 AD 是这个 ID 是朝阳女明星。那同时嘉义老师这边的这个 ID 应该是就是这个 Zero 浪荡啊，如果没有更改的话我们如果有更改的话，导播老师可以跟我确定一下啊。那目前来看前3选下来呢，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常规的，但是啊，右边这个阵容很适合左边预言战队这边的塞拉斯去玩，就是右边的所有大招他都可以偷，你就不知道这个塞拉斯是谁去玩了。是，感觉人马大，包括乌鸦大都很好偷，有点像 Let Me 会去玩，有点像君泽会玩这个塞拉斯。哎。镜头给到我大哥，AJ 不知道今天玩哪个位置，感觉还是上单吧。给到的位置呢 ，AJ 说是要玩打野的，但不一定，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说这个游戏规则嘛，
就不提倡大家正常的去分位。对啊，石头人加小炮。中单的，哎，等会儿。所以左边打野是谁呢？塞拉斯打野。一会儿确定一下。这还没选定。哎呦，亚索吗？刘德华本人怎么说？大家这个阵容选出来分路确实不太好说，感觉就是中路见了，好吧？那阵容确定下来，我们一会儿进入到游戏看一下两边的这个明星队长到底是选择哪个英雄。目前来看，感觉预言队长应该就是去操刀一个娜美了啊。然后同时这边，嘉义老师的话，应该是一个乌鸦。这么看下来，因为并没有去改变啊。想要一个结局，这个 ID 呢是彩旗的啊。然后同时 Sully 这个 AD 的 ID， 霞这个 ID 呢是安安的啊。那前面也提到了这个Amazing J 是这个 ID 是刘德华本人啊。然后同时最后这个新垣原子是常用女明星。那这个预言战队这一边。又是谁？小熊饼干应该就是预言老师去使用的这个 ID， 然后香炉不如杀人书呢是李冉，然后青蛙专卖店是青蛙老师啊，那 TYC 是菊花，同时这个上单说想玩辅助啊，当然是我们的这个君泽了啊。场上除了 AJ 以外啊，应该也就他敢起上单是说想玩辅助这种 ID 了，你知道吧？那这么看下来的分路应该是。君泽去打野了，打野塞拉斯啊，对，中单小炮，也就这个英雄合适一点，实在不行可能。蛙师傅今天是玩中单小炮啊，他不玩主要是辅助位置是让这个预言队长去玩了，所以跟菊花一起走下路。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分线还是蛮科学的，对吧？然后让这个李冉去玩一个上单，稍微扛压，然后同时中路。选择的英雄跟打野英雄都可以往下走，那青蛙跟 Let Me 两人的作用联动就可以往下去保着下路组合，这样其实能够让预言队长拿到更多人头的机会还是蛮大的。但我觉得从两边这个明星队长分路来看，一边是辅助啊，另外一边可能是中单或者是上单，那这样感觉好像这乌鸦。好像会比较占优势啊，这肯定还是比辅助会更容易拿头的。对，嘉义呢就是应该就操刀一个乌鸦了，但这个乌鸦应该是个辅助位置，因为带着虚弱嘛，对，它应该是个辅助位置，它应该是乌鸦跟霞走下路，然后打野是让 AJ 去打，然后玩一个人嘛，中路是彩旗，彩旗回到他自己的位置，然后是让这个轩辕原子去打的上路，因为带的是 TP 的。这个卡尔玛，那就我觉得猜啊，这都猜。是，那我觉得这样会公平一点。你说，如果说一边这个队长玩上路，一边玩辅助，那就对，主要是让两边的队长能够对上位的话，其实比较不那么容易让对方拿到人头，这也是一个策略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个看来两边应该赛前都是有一定战术的设定的，看一下这场比赛表现的怎么样。其实打的还是挺凶，你看这边下路卢娜还是菊花带的一个点燃，是。这个卢娜的组合还是挺凶的。是的啊，那两边的这个阵容已经确定啦，两边的粉丝也可以给自己喜欢的队长们加油啊！看到哇，我们在后台都听到了现场的呼喊声。好，给大家放纵那么2分钟。OK， 一般这个时候是我们要经常讲话的啊。我们喝口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自己喜欢的这个队长的喜爱啊。好，感谢我们粉丝的这个亲情的助威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发挥。我们马上的这个最懂事，我可以称之为大乱斗环节啊。最懂事规则下的大乱斗环节马上开，期待双方的表现。我就3个字，好漂亮，好好看啊！主要表情也认真起来，认真起来了，这可是要带着这个积分的啊，这还是有胜负之分的。虽然我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但是大家了解这个预言老师性格的人都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想要去求胜的一个心理啊。当然这边也是要给这个咱们的嘉义加油啊，也是带着4名队友
还有面对对方的这个挑战啊。是胜负上不好说呢，对吧？这两边都有非常强力的帮手。好啦，让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双方的阵容啊，也是很贴心的把 ID 都打在下面了。这边是由李冉操到一个石头人，然后 Let Me 的塞拉斯中路的小炮是由青蛙老师玩的啊，下路是菊花跟预言的下路双人组。同时有本事你来啊，这边是这个嘉义战队啊，是西园原子的上单卡尔玛打野的 AJ 的人马，中路的彩旗的亚索，下路的盛世安安的霞，以及辅助咱们嘉义的乌鸦。哎，我前面全猜对了啊！是，这个人名对得非常快啊！是吧？我这虽然人老了，但记忆还行啊。是。两边这种选下来，感觉都挺科学的啊！要输出有输出，要前排有前排，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有本事你来啊，这个阵容就是明显就是一个冲阵阵容。而且我觉得两边其实格局都打开了，因为辅助这个位置怎么说呢？就是辅助这个位置其实因为血量的缘故，包括身板的缘故，其实最容易被击杀的。是。但同时呢，也是在对线期最不容易被击杀的。所以两边其实格局都打开了，就是我既给你击杀我的机会，但是啊，我也不给你前中期扩大比分的机会。是，就本来都是辅助来保护全队的，现在变成全队保护辅助，是刚好是玩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但是你要争论英雄强度来说啊，其实嘉义这边操刀的这个乌鸦可能身板会更硬一些啊，更难被击杀一些，特别到了6级之后。现在大家出门之后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分线啊，而且两边的下路都去帮了打野。现在这个镜头啊，还是主要要锁定在我们下路。下路前中期这个对线，除非嘉义这个乌鸦能够拉到啊，要不然想击杀是比较困难的。看着两边打野都是下半区刷光，然后往上刷，那前期就基本上不会来下路喽，那就下路慢慢玩吧。两边打野选手也是，哎呀，拉到 AD 了啊！这边打了一套血量，还好娜美这边盾套的比较及时啊，回血回的前中期，其实还是说白了，下路双人组没那么好击。这把感觉中也蛮重要的，对吧？但主要是青蛙老师平常都是玩辅助的，他对线彩旗的这个中单亚索可能会稍微有点吃亏啊，特别还是小炮这种英雄，打一些常规中单法师还行。来了，下路 Let Me 的第一波进攻，先拿到1分再说。这样2段强弩精准命中，让一下，让一下，能让到吗？让不到，让不到啊！但问题不大啊，这个 Let Me 起来之后啊，就先有优势才能让人投，是对吧 ？AJ 也要动手了吗？嗯，没有啊，逛一下而已。主要 Let Me 这个刷法很特别啊，下半区刷完之后反而又来到下路，因为两边下路上线都晚了，可能都猜到对面是下半区开。AJ 呢，它是很常规的打法，你要按打比赛来说呢，肯定是不亏的。但是下路双人组被击杀了肯定是亏嘛，但如果没抓到呢，肯定是不亏的。但问题是这一把游戏是要多击杀人头呀，还没有办法抢到。对，人马没逞啊。坏了，那这样的话，野区两边打野遭遇到，小炮这边能不能配合一下 Let Me 给个减速？但是彩旗在旁边，哦，很凶，2段强弩拉上来，但 Q 稍微摆的有点反，靠了个虚弱，闪现撞墙了。哎，小炮闪现还好躲了个风。哦，这中野对拼起来，看来还是前中期没那么好打。感觉刚才这个小炮有点犹豫了啊！亚索封完风墙之后 ，Let Me 直接上去一套全部换上去，伤害是很高，但是第一时间点是一个红色方的2打1，多被击杀还是挺伤的。虽然说 buff 是拿下来了，但是这个前中期中野一旦没优势的话，我们说到这个组合啊，都让我赢。就预言战队这边其实需要保着下半区去打的，对吧？保着预言这个娜美去拿人头的。如果对方像亚索跟人马特别肥的话，其实像娜美这种辅助啊，就很容易被击杀。
是娜美软辅里面这个身板比较脆的了。你说对方真的是硬要杀你，这个人马套个这个卡尔玛顿硬冲你，好像也没啥办法。因为左边整体看来这个控制不是很足，所以就要控住对方冲进来的人还是比较困难的。李冉在上路就没什么可想的，对吧？你玩个石头人打卡尔玛也不可能打得过对面，对面还带了一个不灭之物，反正就发育啊！我打团的时候给个大，帮着我的队长拿个人头就完了。这石头人大招，这个大招可能更多是倾向于保护了，对吧？谁要冲我的后排啊，我就大那个人。哎呦，虽然反应非常快。下路这边并没有再度爆发人头啊，前中期还打得比较平稳的，而且回家这把其实菊花的这个任务也挺重的，对吧？菊花这把在下路，他得跟预言配合得很好，才能够尽可能的把人头让出来。哎，这边倒钩被拉到，很危险啊！哦，但预言这个水炮很准，还不错，帮挡一下，有熟练度的，是啊，加一口就要往后拉走。但是野区遇到塞拉斯了，亚索打一整套，给个风墙，一吹起来，接狂风疾斩，预言水炮想救一下没救到，3个残血，小炮赶到了，还能完成反杀，但是侧边小炮2连跳跳到乌鸦脸上，这能击杀掉吗？没有办法，永不复行。乌鸦这个拉到了，小炮没有继续追啊。那现在是嘉义队长拿到了一个头啊。哎，这个分很重要啊。是，但是预言也是保着自己的队友存活了下来，并没有让对方拿到更多的人。是。预言这边也3个助攻了，而且预言队长刚才这个水炮放的是非常精准。是的，第一波下路对拼，如果不是这个水炮的话，很可能卢锡安就被击杀了。后续治疗摁的也很及时啊，拉回了塔下，保证了血量，让对方想完成包下这个举动没有能够成功。现在就看什么时候能够跟下路再配合一下，因为乌鸦到达6级了之后是可以配合着自己的队友去完成一波越塔的。啊，冉子哥在上路就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2个人打得不亦乐乎。上路2个 TP 也交了啊，暂时跟下路是没啥关系了。现在就是这个亚索这个点有点可怕。提上来打一套，挂上娜美的水炮，回头被挂了个虚弱，但人马在附近，完了 AJ 应该是可以拿这个人头，想让又不想让的样子。嘉义都来了，你就让一下。是，但上路这打野来抓了一下上啊，石头人闪现拍了那一巴掌，拿下头了。可能是觉得来不及，就先不让了，是吧？而且嘉义本身有人头进账，是不着急。很求稳啊，嘉义这边还是先做了一个这个护臂的，不想让对方能完成击杀。是，对吧？下路倒是没打出太多胜利，主要是这个对方都在往下半区改，两边的 AD 其实做的都挺难的，导致带着辅助也不是。对方下路有优势，人马也是把这条小龙拿下来。下一条是个海克斯科技的。先拿个先锋啊，打的还是非常团队，而且很按着时间点走啊。虽然说是一个争取人头的比赛，但是该做的运营还是要做啊。还是得赢下比赛，要不说还得是少爷的打野，对吧？还得少爷的打野比较靠谱一些啊。当然，我并不是说 AJ 的打野不靠谱 ，AJ 现在也是出鞋子，但他也拿到人头。现在看一下 AJ 的进一步动向，其实中野可以多配合一点啊，往下走一点。上路就是我懂导播老师的意思，就是上路是有人的啊，没有，只不过可能暂时没有参与到团队。是。现在两边经济还是很大，人头也是旗鼓相当。感觉 Lemmy 的这个先锋肯定还是得往下路放啊，感觉短期内可能还是得在下路聚一波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跟预言跟和这个嘉一起打游戏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们应该现在交流蛮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看预言笑得很开心，应该是可能下一波动手就要在下半区了，镜头也可以准备给到下半区，我感觉应该是有在沟通，叫 Let me 下来了。你看少爷的动作，你看智德的动作，应该就往下走了，来喽，来喽。
来了，哎，这边的压线已经上点燃了，霞这边感觉要倒，闪现骗出对方大招，但是一个破对方收掉。那加这个位置不是很好走，水炮很精准，炮起来，但是对方还是有点肉，但是大家赶到了，哎，一下平 A 拿到，但是双方人头互换了，是。那这样的话，其实从积分上面来说是持平的。但是局势上面来说，其实是嘉义战队这边会更吃香一点，因为已经有2个人头进账。是，但我觉得对于预言这边来说，这个大美的一下平 A 能拿到这个头啊，真是不容易，就跟当时那个猫咪的平 A 拿下1滴血大龙的感觉差不多。这也算是一个精准送温暖，对吧？准确的把人头送到队长手上，是，才是这把比赛的重中之重。说了嘛，刚才就感觉是沟通要往下走。这个先锋没放啊，所以可能还得再来一波。好，人马来了，小炮雨闪，我2段大招控制，但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叠，但没有关系，还是完成了击杀。而且侧边还找到了 Let Me， 但拖的是个乌鸦大招，没有赶上。嘉义这个意识也很好啊，直接来到了中路帮队友最后兵线。是，这已经开始游走了，已经开始游走起来了。是，感觉这个下午双主确实不太好打。是，这乌鸦也属于应付啊，可以前期多游游，中路帮忙推波线。开大招想找单杀，应该是有了，这波还是有点贪了，靠的失落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下路打起来了，失落炮给卢锡安，这一炮没有炮到，很危险，有点危险。治疗抬了一下，交闪现，能走掉吗？最后一下 Q 技能没有刮到闪现，很急，拉到了。嘉义拿到这个人头，但侧边也是让自己的队友回收掉。这样双方 AD 做皇城 PK 点得过吗？透体圣光没 A 出来，最后那2下。我感觉再给卢锡安0.1秒，他那个透体圣光出来，再2下平 A 的话就换掉了。哇，两边的队长做一个正面对话，冉子哥来了，李冉拿到自己的第1颗人头，第2颗了已经。哎，2个人双向奔赴，不是人马冲他，然后石头人反向闪，2个人刚好擦肩而过了。没问题，正好躲掉，小心被顶到塔里面去。但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纷纷扰扰都跟我上路卡尔玛没有关系，是吧？卡尔玛就安心在上路支持塔皮发育就好了。是，哇，真的，刚刚下路那波对决太精彩了。先是这个娜美的炮非常的准，然后这个乌鸦最后的那一下拉啊，极限距离命中。看一下7人原子这个卡尔玛什么时候加入了战局？但你别说啊，李冉这玩着玩着有赏金了，是吧？这边要看彩旗了，彩旗什么时候能够发力？彩旗打得有点浪，塔皮不走。这牙口大招。但就目前这个双方队长人头占比情况上面来说，是嘉义战队会更领先一些啊。这边已经拿到3颗人头了。预言战队这边，预言队长只拿到了1颗人头，但是可以看出来，预言队长这个娜美的熟练度还是非常高的。每次这个水炮给的很准，而且技能都给的比较及时。小炮出的是个狂风，送一下小龙。那这样的话，嘉义战队就有2条小龙进账了，给到对方压力还是挺大的。上路这边想抓一下这个卡尔玛，来啦！我一直没来过上路，2段强弩拉到，同时接偷来的狂风决一战，接上小炮的伤害。青蛙也是及时赶到上半场。全场的节奏还是目前的主动权掌握在塞拉斯手中。大陆这边，好，伤害很高，大招飞走了。虽然道头拉到2个，但是 AJ 来了，他朝着娜美就冲了过去，回头想救一下自己，但人马上有点高，而且这个时候得让了，这个时候能让吗？哎呀，直接精准，再次让到嘉义手中。而且你注意到，就为了让人头，霞还被换掉，不重要，不重要，我一个人的牺牲，换来是团队的胜利。这时候就能看出来，真的是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的，团队的默契。是，虽然可能今天第1次一起打游戏。但是互相之间这个默契程度已经是拉满。像小积分上面啊，目前是这个嘉义战队这边会更优势一些。是，就你别看这个经济啊，是都让我赢这边会高一些。
但是我们队长的分数来讲，还是嘉义这边会高。但应该是就是这个比赛胜利的话，也是会有一些积分进账的，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哎呦，这李冉这石头人好大只啊，这好肉啊！俺们哥这肉装出的肯定没少学。这看来是要打一波小规模团战了。都互相在集合了，看一下。先锋来了。二先锋有说法，但是卢娜还在下路，在往上路赶呢。但是红色方这个人马打野也没在。野区是不是遇到啦？人马找到卢锡安啦，但是娜美在旁边，预言想救一下自己的队友，但没有办法，对方已经站位站得太好了。但小花这边应该能换掉人马。哎，但娜美走掉了吗？在侧翼被侧翼彩旗这边是击杀掉了。没办法。这个配合，这个乌鸦大招，看一下金泽应该是有这个1打2、1打3的能力。对方大招交的也是7、8、8了。好，开始要进入双方中路大乱斗环节。想先去动这个先锋。哦，现在也都复活了啊！卢娜复活之后直接往先锋进战，但是红色方好像就没这打了很团结。有人说应该是君泽指挥的，主要是君泽跟青蛙两个人在同一队的话，应该两个人都会去指挥这个队。AJ 这边呢是主打一个自己开心，先野区抓人也没问题啊，主要我们输了拿人头嘛，对吧？其实这边红色方也拿到了2条小，但是这波青蛙跳脸还好，火箭跳跃刷新了，小炮跳上去想要单杀，哎，抓石头人，这么肉一个人。真的要抓他吗？李冉直接大招想飞走，闪现躲风。哦呦，按 B 回城。是，这个塔让了。哎，嘉义还跳起来了，两个人不想让他走了。是先拆塔，先拆塔。李冉很慌，李冉说：“我先把兵清了，但是好像清了没有用了。”那这个人头总分在上路这边抓到了卡尔玛。是。但下路石头人走掉了吗？好像石头人还没被阵亡，还没击杀，还没被击杀啊！终于是被击杀了。是，而且这是个shutdown人头给到嘉义了。哎，那这样嘉义一会儿这装备一出起来，这个感觉伤害就很高了。两边明星队长出装都很讲究，这边一眼先出个金身，没问题。现在预言就很聪明啊，我跟着大部队走，对吧？虽然我没有拿到人头，但我不丢分。那嘉义呢，就朝着这个大哥方向去了。这乌鸦要独自 carry 了。乌鸦要拿人头了。这队里确实5-3是唯一一个有赏金的。其实 AJ 出的装备也都是偏肉的，他只有1件出装，他只做了一个这个魔宗，所以其实主要输出还得靠其他兄弟们去打。这乌鸦是得要把自己这个给掏出来。收个人马大招，看一下雷克密什么时候吹醒那个反攻的号角，带着大部队一起来，对方2条小龙啊，这条龙肯定是不能给的。开着扫描过来，两边先拉开啊，因为对方有得到轩辕蝎的视野，不是很好打。同时去处理一下中路的兵线，哎，交了个直接交击了，想要动这条龙，拿到的话就进台了。哇，刚才预言很聪明，还去清理一下中路兵线，野区逮到，拖的是人马大招，能走得掉吗？君泽拖一下，想要等队友来，石头人大上来，大到2个人，但交了个金身，反正这个金身拖了很长多的时间。防守兵战接到对方小炮，配合卡马让他就把小炮给击杀了。这么卢锡安一个人打不了4个，预言快跑，快卖，快卖，快跑！哦，闪现拉开 ，Amazing J，AJ 要懂事吧 ？AJ 要懂事吧？啊，没事了，那没事了。这样的话，打了一个 Ace， 说明双方没有放水，打得很认真啊。这样的话，完成了一个 Ace 之后，现在这个嘉义队优势很大啊，而且他们的这个人头积分也比较高。是的。
主要刚才整体团队有些脱节，可能Letme 想要去绕一个后，但是被对方野区的人逮住了。但他已经尽力了，你想偷人马大往回跑，开金身也拖到了石头人赶到。是。主要这个时间段确实是嘉义战队这边整体英雄的强势区嘛，对，能力会更强一点。像乌鸦呀，包括像人马、亚索，都是这个时间段打架很厉害的英雄。来，中野联动，抓一下吸人原子，怎么就对着我卡尔玛就不放呢？这小炮来上的这个跳卡尔玛脸的画面，我已经看了3次了。是，我都出这个团队装备了，我都出辉耀美德了，还得过来逮我。但主要是这个打团啊，打不太过啊，这庐山装备不太好，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没什么输出。虽然李冉很肉，这个石头人，这个时间段感觉还是有点尴尬。是，现在蓝四方整体输出还在这个中野身上。嘉义现在开始在下路爽吃一波兵线，但是打不过还是得打啊！你不打架的话，这个阵容打到后期不太厉害。是。来，这里洗一套狂风，两边都交，同时拉开。嘉义这边疯狂蹭魂血，这一个辅助跟上单对线已经游刃有余了，感觉打得有来有回。然后确实也没啥伤害，太肥了，又拉到了，哎呦，又打一套。你看石头人打他反而不疼，但是要包太大有了。哦，我一个人在下路收线太危险了。原来如此，原来李冉一直在等待君泽的到来，一直在等这个萨拉斯过来抓人，但是野区人马遇见小炮，小炮直接狂轰接火箭跳跃，跑的是真快呀，蛙师傅啊，蛙师傅是这一套逃跑行云流水。哎，我看到右下角嘉义这边疯狂沟通啊，应该是下一波有动作，然后同时君泽这边也在疯狂沟通，应该是这么个想法，对方在打大龙，要叫队友们赶紧过来，已经TP了，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跟人踢下来没有大招啊。但是小炮过来先打了一套，侧边直接接到了，2个大招只给到对方娜美，那娜美被击杀之后，预言一倒，这离家就没有作案能力了。虽然偷来一个亚索大招，但是亚索应该走不掉了。2个人的伤害是不够秒杀的，而且侧边小炮还找到了霞交一个闪现，霞闪现看起来很慌啊，但还好跑掉了。这是一个2换2，真的跑掉了吗？好像没有啊，这2个人还想恋战，但萨拉斯赶过来了，乌鸦开启大招，嘉义这边还是很肉的，我嘉义伤害好高啊！2个人打他打不太动，萨拉斯强行换掉一个人马，但是旁边还有霞在助，2个箭同时开，倒钩能杀掉吗？但嘉义再拿一颗人头，皇城 PK 打不打得过？想要回血，打不过，塞拉斯伤还是更高一些。是哇，这波蓝少爷 carry 了，笑到了最后，但是嘉义也已经这个进入，嘉义也拿到了，对，嘉义现在人头分上面蹭蹭往上涨啊，6个人头进账了吧？我没看错的话。哇，这波团战打完之后，蓝四方有优势了。感觉都要做点减治疗啊。那两边的这个辅助型英雄，一边卡尔玛，一边预言的这个娜美都在做一些减治疗装备。是。哎，我想接盘，怎么说？感觉打的还挺快的，因为有2个 AD 在，小炮跟刘翔打的速度还不错。旁边有卡尔玛跟亚索在，偷了个卡尔玛大招，但是卡尔玛大招没什么太大作用，赶紧放掉。我感觉有了呀，人马来的好慢，大龙拿了，这个时候可以跑了。还想吃个河道血线？亚索想留人吗？哎，疯抢挡掉了大招，赶紧走。保护一下预言，石头还要反打，石头人大到后排，石头人也到了，大到对方的亚索，亚索被打出盾弓。这个时候再恋战的话，可能是蓝四方会更好打一些，因为李冉这个石头人太肉了。特许圣光，卢翔拿到2个人头，拿到一个双杀，小炮再往前跳，找一下对方的 AD 倒钩勾到，但是伤害不太够，最后一下平 A， 蛙师傅也拿下一个人头，还想往前去找一下对方亚索。哦，这一波大龙的节奏。打回来好多呀！是，本来就打赢波团，拿完大龙之后又打赢了一波团。这波团战我感觉这石头人确实起到了一个分割战场。他大到后排之后，你会发现这红四方的人根本就打不到对方了，只能看到这个超大的石头人。李冉这石头人确实大，你看他跟那个娜美之间那个对比，也很细啊。20分钟左右不拆这个水晶，感觉对方快复活了，回去先拿这个小龙。这龙很重要，毕竟对方已经拿到3条龙了。哇，这个情况
下子就疯狂的倾向于蓝色方了。是的，但是人头分上面还是这个嘉义战队会更高一些。找一个石头人，但这两个人都是 AD 伤害啊，打不动这个石头人。可以让一下，这个可以让，漂亮，又让到了。亚索刚那个风好危险。承上你的性命。我是明白了，就预言战队是想拿下比赛的胜利。但是这个嘉义战队呢，是想帮助队长拿下这个积分上面的胜利。是，就看我们这个之后的这个计算的规则了。这个时间段其实想要再打架的话，感觉两边都有机会，都不是说打团稳赢的这个组合。但现在这个大龙 buff 拿了之后，感觉蓝四方可以提速啊。主要看谁先手，就谁先先手。就如果是蓝色方李冉的石头人能够先手的话，撞到对方的这亚索和人马吧，这两个人其实会比较容易赢分，因为两个 AD 的输出是很高的，而且两个 AD 还有纳佐的加持，大家所伤害也很高。但如果右边是人马跟亚索能够先手到对方两个 AD 的话，哎，刚说完，乌鸦被逮住了，但交了个金身，拖一点时间，套了个虚弱没有用啊，对方人还是更多。这时候塞亚斯杀疯啦，已经想要去追对方高地上面的人员了。这边上了高地，想一波吗？哦，感觉是有点这个意思，还要继续往前追。确实也没问题，因为这个时间段赶紧把比赛结束掉，因为人头分是对方更多嘛。哎，但好像推不掉。这个清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是，主要对方只阵亡了一个嘉义嘛。这样的话，要回头再去做一波上路的兵线。哎，谁 A 的？谁 A 的？哎，扫到了！哎呦，好吓人！这草丛里面有一个大怪物。就正常来说，扫到都是一个人影，他扫到发现整个草丛都可以来。哦，伤害有点高，但是人马在旁边。怎么？好兄弟掰掰弯子，李冉上了，他冲上去了。要留人，塞拉斯这边强弩没有撸中，但是直接直奔后排，收掉了这边的塔尔玛之后，又是一个大招下来，打出了一个金身，金身起来之后呢，这边是直接上高地了。哇，塞拉斯这边偷了乌鸦大招之后，太无敌了，又是一波3杀。真的太傻，这偷个乌鸦大招，一个能打2个，不止吧，3个。如果上路高地直接告破，只剩一个霞了，但霞现在补的状态有的不错，主要大龙 buff 没了，感觉想要一波，哎，要硬杀，但是被这个倒钩拉到了，但是没有能够回到水平啊，还是完成了一波 A 的。那感觉要有兵线吗？中路兵线到了，然后一波来不及了，这个人马先复活，但是应该可以提前恭喜这个预言战队获得第1场比赛胜利。好的啊，那我们也是又是哎，我们妹的预言拿到更多的这个人头分数啊！刚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差了个10几分啊，差距不大，25减8等于16，哦，就是16分，哎，还可以啊，我的数学。哎，但是嘉义现在笑得很开心啊，嘉义也可以跟底下打打招呼，不知道听不听得到。他现在应该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比较领先吧，应该他有沟通。啊，17是吧？我数学不太行是吧？25减8，啊，没事儿，那么要不然怎么？哦，125比104，啊，21分，6，这个不会算错，好吧？搬人是没变的哦，把李冉的这个石头人给搬了。塞拉斯搬掉了，塞拉斯确实在搬。啊，但是刘德华本人 AJ 先选。是这个红色方把自己上轮玩的塞拉斯搬了，就他觉得这个英雄是值得一抢，有点 OP。对，觉得自己在红色方可能拿不到了。安妮现在这个版本也很厉害，哎呦，这紧跟版本的脉络啊。安妮现在是改动之后是复活就满层的晕，不用像以前这样还要攒。哎，这安妮不会是给嘉义玩的吧？哎，不好说，因为现在安妮辅助也很厉害，中单也很厉害。安妮辅助还就是必拿头的那个。
边还是一脸严肃啊，因为知道自己现在目前分数上面是稍微落后一些。哎，我来给你打个样啊，卡尔玛该怎么玩？镜头给到了古风美男，思考。我大哥就把也没怎么做沟通啊，看来这边应该是分数比较领先吧，觉得比较心态比较放松。哦，玉言这边还是稍微有些眉头紧皱啊，跟队友沟通一下，这把打算采用怎么样的一个策略？这个蜘蛛一选，感觉要提节奏。要看他们红四方中上要选。这把就是主打抓人了，我觉得。啊，看看彩旗，彩旗这边也是给到镜头了。彩旗上一把这亚索对线打得很好啊，可惜打团的时候没怎么配合起来。安妮加女警的下路其实也蛮强的这个版本，然后安妮手也比较强啊，给镜头给到少爷。看君泽这把是他的蜘蛛打野吗？不确定。艾克跟队友在沟通些什么，很开心。应该感觉这一把如果像打那种体系什么蜘蛛鳄鱼，对吧？什么蜘蛛杰斯那种，那就是往上半区走了。蜘蛛潘森这种，哇，很夸张啊！就是这种这个中野，超级打架中野，对吧？中上野都可以。中单潘森，这个潘森我想想，蛙师傅玩应该是青蛙玩。主要青蛙玩辅助的大局观比较强。蛙师傅怎么那么开心？蛙师傅是选一个这种能飞的，感觉支援性应该会不错。蛙师傅好开心啊！蛙师傅应该是觉得上一把这个中野互相之间的配合联动很好，是对吧？这把可以继续双方再来一波，同时2轮开班阿卡丽，就搬一些不让对方在中野部分能够起强度的英雄。是阿卡丽上一轮也上一局也搬了，对。加野是好帅。现在蓝方开始搬辅助嘛，左边是已经确定女警，但这个女警应该是菊花在说我要玩什么啊，但是应该还没确定。是，但这女警一选，我总感觉这安妮不像辅助啊。拉斯也没了。海萨，哎呦，这好针对菊花的这个英雄池呀！这泽拉斯搬的是嘉义的，嘉义还会玩泽拉斯呢。估计英雄池有点深啊。那现在考验了。EZ 卡尔玛右边是。感觉好像想给李冉拿一个李冉很不想玩的英雄，眉头紧锁。蓝方这两选就能知道威古斯。哦，这把应该是安妮的辅助了。哇，那这把可能嘉义能够拿很多人来了。哎，刘德华本人操刀他自己最喜欢的英雄，这绝对是他玩，我跟你讲，绝对是 AJ 玩，没有。我跟你说，就你放眼整个虎牙，就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喜欢这个英雄，你知道吗？我每次点进去他直播间，我就看他在玩盖伦。我看他在玩盖伦了之后呢，我就打一句又在玩老三板斧。那这个有本事你来啊！对，位置换了。女明星，真的女明星出现了。真的女明星出现了啊！峡谷里面的女明星出现了，会是我们的预言女明星去操刀吗？感觉像，应该是确定了。那就不是 EZ 卡玛，就是 EZ 加萨洛芬尼。很符合预言的气质。女明星就应该玩女明星就应该玩女明星。好了，那两边的阵容应该也是确定了啊。这把这个整体的思路其实感觉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其实还是围绕着就是帮助两边的队长拿到更多的人头数。但是萨洛芬尼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比娜美要好拿人头啊。那确实。哎，女明星就应该怼脸拍，对吧？镜头。保持住好吗？不要动，保持住啊！谢谢导播老师啊，也谢谢摄影老师啊。这一把呢很关键啊，也应该把镜头给到预言，因为预言这把是需要拿到更多的人头，要不然这个分数很难追回来。是啊，这个很关键，要不然就必须要主播多拿到一些击杀数，但其实会比较难，因为主播拿到击杀数的这个占比的数量会比较低。是。
那对于嘉义这边来说，对吧？一把是乌鸦，一把是安妮，都是爆发伤害非常高的英雄。是的。我们比较想看他的左边，男明星要怼点牌，男明星也可以怼点牌。这把嘉义也是操到一个这个安妮，安妮这个英雄就很容易拿人头了，伤害非常的高。而且右边，说实话，除了潘森之外都挺脆的。感觉这个安妮正常发育的话，都是一套都能带走。右边都挺脆的。哎呦，导播老师夹鸡腿啊！谢谢老师也夹鸡腿。这女孩这种这耳钉可能是硌到那个耳机要小心，要小心。是，所以我解说的时候从来不戴耳钉，因为它硌。小心别着。哎，霸气直接摘下来，影响我发挥。直接取下来。比赛第一。哎，说明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的认真。好了，那双方也是阵容确定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2场最懂事规则的明星保卫战。好，我们也来看看男明星。嘉义现在目前积分领先，所以也是比较轻松。就嘉义队是通过一种不赢下比赛的方式赢下比赛。你这好像说的有点问题，好像又没什么问题啊。这边也是团队的这个领头羊啊。Lemmy 的表情上面写着五味杂陈。应该是在跟预言沟通些什么啊？这把的一个整体的战术。好开心啊！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受到影响。有没有什么英雄麦克风能听一下在讲什么？期待一下后期老师是吧？这也是介绍给到我们的主播们。看一下吧，感觉这局比赛两边阵容主要风格倒没有说差太多。预言这边还是选择一个软辅。然后嘉义这边依旧是一个伤害比较高的辅助，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啊。感觉两个队伍都有自己的这个倾向性跟特长。好了，那我们也是给到粉丝一些现在大家卡住自己对这个队伍加油。好好多漂亮的小姐姐，招招手 ，Hello， 感谢大家对我们战队的这些支持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两边的这个队长的这个支持。希望大家在我们本次的这个新盛典飞盘战玩得开心。马上双方的第2场比赛就要拉起战幕看一下能不能够，究竟是由预言战队能够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还是嘉义战队持续的领先？感觉经过了这个第1局，包括比赛结束之后，知道了我们这个积分计算的一个结果队内肯定是会做相应的调整的。好，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容。这边是有 Amazing J。操到的盖伦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位置上单盖伦，打野是彩旗的艾克，中路是轩辕子的威古斯，下路是盛世安安的女警，加上嘉义队长的安妮。那同时这边预言战队是李冉的上单卡尔玛以及打野的主责 Let Me 的蜘蛛，中单的潘森是由青蛙操刀，然后下路是由这个菊花以及预言队长。这个下路突出一个不太想阵亡，你知道吧？2个治疗，分开放记得分开放。这个确实不好沟通，就是对人在这个濒死的情况下啥也不管。我跟你说，菊花的锅 ，AD 现在很少带治疗的，你要带个虚弱，对吧？我强行圆一手，因为御林军比较多开玩笑看一下上路这边，来了让我有一种在看 AJ 直播的感觉。大家也多点关注
现在潘森打维古斯，其实论推线程度上面来说，维古斯后面会推得更快一些。这卡尔玛上单带着灭打这种近战战士，前面我跟你说没啥问题，真的舒服。我跟你说，冉子哥对一些 AJ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怕盖伦在草丛里就蹲你，就给你踢到脸了，沉默到了就不好说了。两边下路手都比较长啊，所以这一把前期也是想打出结果是比较难。哦，主要出的很准，一段衣服给到，预言打得很凶。再一个 Q 技能，血量消耗的很残。一子这边想杀闪现，单杀成功，治疗拉开，很漂亮，再拿到一个人头。这下路治疗拉走，下路完美，这边还失误了。是。哇，这下路二组配合太好了！粉丝们听到了吗？这就是预言听到你们的这个努力声之后做出的回应。是，主要这波站出来了。预言真的打得好，他先是一技能减速到了，他技能都中了。对，然后后面 Q 也都是把伤害都打到 AD 身上，然后把女警打到一个可以斩杀的线，这 EZ 也很勇，直接往前一。对，强攻 EZ， 而且打的是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萨尔芬尼预言的这个英雄打的是一个加强 Q， 所以那个伤害打得很高。是。这边想找艾克，完了艾克要被入侵了 ，A5 是过来帮忙吗？啊，被抢到了，闪现过来给恐惧，有点危险，直接飞天吊起来，落地有立场招一个闪现，潘森没来啊。看一下拼 A， 哇，空中收下这个人头。没办法，这波确实入侵，虽然抢到了，这个野怪抢到了，好像还没抢着呢。但是这把下路啊，是完成了这个开门红。凯奇这把这个打野艾克前期肯定是要受到一定的针对的。这潘森还控线啊，把线往回控。这样维古斯很难。不敢过河道了，维古斯刚闪现交了呀。下路这边想抓这个位置很危险，蜘蛛来了，节点给到加一，应该走掉了。让一下，哦，没让着，但问题不大。主播击杀也是有功夫的。哇，这只能说 Let Me 这节奏啊，确实还是主打一个进攻。这两局抓下都稳稳抓住了。要保着预言队长拿分数。我倒比较好奇，这把上路盖伦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因为这盖伦只能单带，对吧？这种中期打团的时候，但别说中期打团，好像一个大宝剑就一个人头。哦，打得好凶！这边双人组推线能力也比较强。下路这个红方一直压着线打，视野做的还不错。感觉到第二把比赛，其实这个菊花跟预言两人之间的这个配合啊，会越来越强。下路双人组打得越来越好了，这把 EZ 是个2-0开局，优势很大。草丛这边知道有人上来强行打一套，反身被对方这个节点给定到了，差点跳到双翼啊，还逼出了安妮的一个闪现，蜘蛛飞天过来想找对方艾克。再给一个 Q 技能伤害，但安妮又被节点截到了，危险！预言这个一技能擦着女警往旁边走掉了，最后潘森的一根毛收掉了这颗人头，维古斯赶过来，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队友已经全部阵亡了，还被套了个点燃，又一个节点，一个人头，蜘蛛这把杀疯了。是，这红方下路整个节奏太大了，而且感觉蓝方有点一个一个上的感觉，没有打出团队配合。此时想采访一下上路两人。好玩吗？问他们。这把游戏跟两个人没太大关系，但这把下路的优势非常的大。主要蜘蛛跟这个潘森对于下半区的这个越塔的威胁，确实有点遭不住。李冉现在的唯一的任务就是，你看他还有闲心跟旁边人沟通，你知道吧？就是想杀，想单杀。回头拉开，好像能秀他李冉。下一个技能应该要贴一下链子。哦，不行，链子没练出来。大招。
第二条是个土龙。是，蓝迷这把下路优势大，开始控龙了。像下路这个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一会儿萨洛芬尼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人头给追回来啊。是，而且一击补刀领先好多。而且预言队长这把是直接出的巨人腰带，他可能是想直接做冰杖这种输出装。嗯。那这伤害会很高，而且团队功能性也很强。是。没有问题啊，思路很正确。现在就是嘉义这边要想想办法了。就是安妮这个点到6了之后是可以发挥出它的作用的，看一下能不能够往下走一走。野区逮到个潘森，但是谁逮谁呀？入侵野区很难受，攒了一个自身的黑洞，不能动。buff 让，他旁边还想偷一下自家 F6， 下路想反打给治疗，被晕到，画点燃，最后一下平 A 出去，伤害差一点点。是，但追不上了。哎，给一口治疗，走位很漂亮，再给一个护盾。啊，预言队长又是保住了自己队友后撤，那你没有击杀成功，蜘蛛就来了，但是有没有节俭的角度呢？强行想用伤害灌死，哎呦，伤害不够了，一下变形给踢死了。刚刚蜘蛛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波小兵没法先放出去，哎，但是艾克跟维古斯赶到了，回头给了一个恐惧，因为想先杀维古斯血量很残，隔墙交了一个闪现跟过来，但是被夹子夹到了，女警夹子非常的准，可以给加速，但两个人都是残血呀，女警塔下要被击杀了，这样 EZ 再拿一个人头，野区艾克也必须要跑，这样这下半区的野区已经信预言战队的，是。下路现在优势非常大，哇！预言这边已经1-0-6了，6个助攻。是。他现在参团率是7%，哎。对，这个7%，我愣了一下啊，确实没问题。此时想采访一下上路这位帅哥，上路这位拿大宝剑的帅哥，其实队友已经这样了，你不打算帮忙 ？AJ， 我大哥，怎么办？现在？来了，东边不亮西边亮，上路晕捉，再帮盖伦拿个人头站出来了，转变思路，下路不行，我们打上。这卡尔玛走上好像过得都不是很舒服，不管在哪个队啊。潘森过来收个线，含泪吃下这3个小兵，对吧？盖伦很肥啊，想单挑一下吗？蛙师傅。虽然盖伦没大招，但是好像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哦。过来，征服者叠满，还真打不太过。TPA 了，红方这边要多一个人，艾克也在往这边赶。哎，预言赶过来了，哇，很团队，辅助时间点，过来帮团队拿个先锋，经济系也是拉满了。而且有萨洛芬尼在，有预言这个萨洛芬尼在的话，是不太敢过来争这个先锋的。这个时间段萨洛芬尼作用太大了。这样的话拿下这个先锋之后，看他要怎么放，把菊花出装也打爆了。直接去燃刀，要1打2吗？潘森跳下来，安妮给大招，这波配合非常的好，但是奥数直接过墙，还有让子弹飞能够收掉，但潘森落地收掉对方一个安妮，威古斯也赶来，但是萨洛芬尼也赶来了，他吃了一个恐惧，回头放出自己的最终和弦，虽然自己被收掉之后，再挂了个点燃，潘森没有等这个点燃到，最后一下先收到这个人头，但是打得过这个女警吗？可能不一定打得过，这个夹子会不会踩到？双方贴身肉搏，但是最后一个和平者收到这个人头的 Let Me 又赶到了，闪现过来，飞天吊起。他最后一下收掉，但是艾克这个伤害也是有限，两个人皇城 PK， 艾克还真打不过这个蜘蛛吧？回头躲节俭，打3环，大招回去。哎，但是小蜘蛛要走，大招回了波血。等下一个E技能什么时候站好，艾克可以收这个人头。是，应该是收了。有了，还交了个闪弹700块的赏金。你又欺负李冉是吧？啊，这盖伦只要有大招，心里转2下一个大，就没不公平，不公平。我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你把就主要是李冉的熟人没了，然后 AJ 还玩盖伦，纯欺负李冉。是。
但下路打回来蛮多，这一波算打回来了一点。女警的装备起来了，一下拿了个3杀。但对于预言战队好消息就是，这个对方的辅助，对方的队长是没有拿人头的。拿条小龙，把盖伦给3上，上路塔皮快吃光了。传承过来，好像被看到了。艾克这边偷龙被看到了，要赶紧走，被接盘了。打工人。而且野区这边还得到威古斯，威古斯有点扛不住这个伤害，有点疼。撤了。这个下半区拿了第2条土龙，现在带着先锋又往下靠了。闪现 R 晕住，闪现跟得很快，跑掉了。哦，这一波及时走掉非常关键，回头能收吗？收掉这个人头之后，黄城别打不过 EZ， 但是被熊猛拍，这个熊好疼。但是蜘蛛来了，蜘蛛收掉这个残血人头之后飞天掉小兵啊，小兵被收掉没关系，可以直接拉走。这个下路也很赚，而且又放先锋，就是收个先锋。安妮刚才显然是不安全状态，不够。但你看这一套主要还是装备不够好，装备够好的话应该是杀了。是，因为佳怡手上只有一个 CD 血。李安，走吧，别理他了。别理他了，别理他了。撑不住。显然这一个 Q， 哪怕 RQ 打身上 ，AJ 也不觉得疼。防御塔护层即将脱落，真的好无奈。是没什么办法，而且李冉的出装还是很团队的那种出装。猪现在节奏很好啊，看这2个人疯狂游走，大陆塔都要推完了。好像已经推完了吧？这把就是 Letme 跟青蛙2人绑定。但是萨洛芬尼开始跟着打野去投，这边跟 Letme 2个人一起做联动，一起去抓人。啊，樱木核心啊，应该是这个前中期打的确实非常顺。现在整体已经开始联动起来了。命中头煞飞天躲一下，反应很快，落地吃到恐惧，但没有关系，这个血量还是很健康。EZ 隔墙挂个大招，还网住了对面安妮，安妮被击杀，同时 EZ 奥斯轩过来，还想再回头反打。艾克这个位置拉出一个3环的伤害不是很够，自己的大招再回到原位，但是依然赶过来了。卡尔玛这个位置吃到恐惧，但是潘森落到了后排，把人全都收光了，拿下一个双杀，女警要赶紧撤退。潘森这个断后真的断的太好了，蓝方就是没有地方跑，山中就仅仅一个人，黄蜂拉开，但是潘森这边跟过来想要越塔，潘森在顶塔，哦换掉了，哎怎么预言在扛塔呀？可惜啦，被对方女警拿到一个人头，但没有关系。能让队长扛塔？怎么能让队长扛塔呢？是，没办法，主要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伤害太高了，预言的装备太好了，就是防御塔优先攻击伤害高的。这波后续，哎，眼上 AJ 被网住，伤害够不够？征服者点满，能不能换一个？大宝就踢下来，能换掉一个蜘蛛，还能跑掉吗？走位，艾克来接他了，不愧是你呀，Amazing J。对，伤害计算非常精准，上了点燃之后头也不会去跑。不会是你的盖伦。哎，这边要帮安妮拿个头，卡尔玛，安妮拿个头，这边 AJ K 掉没关系，但侧边预言双翼，伤害差一点点，只有一个冰杖。感觉得赶紧把这个帝国指令做出来，伤害会更高一点。哎，预言的这个位置很危险，安妮在旁边想给晕得到吗？双方互晕了一下，点到为止，撤退。指哪打哪。这个时间段感觉两边就大乱斗起来了啊，不存在什么运营比赢的。但这个时间段打架的话，可能 EZ 更厉害一点，他这个。纳乌利运信任已经做出来了，吓人，捷键给到，Letme这个技能好准，
盲视野嘛。维古斯这个位置想找一下 EZ 吃到仇杀了，能不能换掉？大人头，维古斯拿这个人头，但是被蜘蛛给收掉。做了个互换。哇！但是维古斯拿到这个大人头很关键啊。小小陷阱，不要再。预言的位置呢？辅助。预言现在好在中路1-2-13哇，13个助攻。13个助攻啊！这个参团拉满了。18个人头，14个跟他有关系。这个双方是换资源了，因为手握2条小龙的预言战队决定去拿先锋。那嘉义战队这边先过来拿小龙。这把还蛮看嘉义的开团的，我嘉义好团队啊！嘉义直接 CD 鞋加秒表，就反正是奋不顾身的开团了。给到这位置，其实对于嘉义战队来说吧，现在主要是打团方面得看中野配合，但中野就是双 AP， 加上辅助就3 AP。是，左边 AP 太多了。对，现在就没有 AD 输出，得让盖伦来到正面。哎，盖伦来啦，但是他进入到对方的包围圈当中，一个打4个，先劈没劈死。终结了自己罪恶的一生，而且潘森又是逃到了后排，威古斯被挂上了一个点燃，单挑肯定是打不过的，神上顶一下，这样拿下一个双杀的潘森，侧边有一个安妮，打到2个人，反打的机会，蜘蛛直接飞天吊起来，但侧边能不能救一下队友？雷德米走掉了，雷德米走掉了，但是哇，师傅一个人还打2个，闪现过来想拿人头。哇，这潘森太但伤害不够呀，是有点可惜啊。这安妮但凡多一件装备，哎呦，拿于景这个狭缝里 A 了一下平 A， 点死。正在跳出。拿到这个人头之后，但是对于团队来说，自己经济确实好起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转手去做一下大龙的视野？结果没把大龙给拿了，手上还有个先锋呢。很急啊！我在等两边队长的第2个人头，你知道了。然后这14个助攻，这把真的，感觉这已经是 MVP 级别的战绩了。对，这把是下半区真的打得非常的好。来了，有人想干坏事儿。有人等着有缘人。是。红方是全部集体回城补装备了感觉这次出来是要围绕蜘蛛这个先锋去做些事情的。AJ 的嘴角挂上了一抹笑容，是谁呢？是蛙师傅。他好像也不太想见到蛙师傅。蛙师傅，但是好像真能把蛙师傅给嘎了。蛙师傅顶不住，蛙师傅说：“蛙师傅9杠3，你浓眉大眼的干这种坏事儿，不会跑掉的吧？”一个大招，哇，这盖伦这英雄5杠1可以打9杠3，他不会这么有镜头感吧？他不会等会儿停下来突然跳个舞吧？像他会做的事儿。蛙师傅一脸愁容。主要蛙师傅这个装备也太团队了，就都是肉装，就是偏肉的装备。哎，中路，看你想给予嘉一这个位置有点远。真没办法，现在是确实拿着盖伦没办法，没人能跟他单带。他现在呢就是稳定换一下，正面也得开起团来。现在威古斯跟安妮责任很大，看嘉义发挥了。嘉义给 AD 推上去点燃。是，在身上有一个表嘛，所以硬要开团也是有这个空间的。是，但是有预言的这个萨洛芬尼在，你其实真不太好开，因为他反手能力也很强。是他给一个群盾，这样的话可以抵掉一大部分安妮的爆发。中路放先锋了对着2塔，这个回防的速度有点慢2塔不会要掉吧？只是有一个帅哥顶在了前面，但帅哥他倒了。
快回防！有没有为了什么特别去守护？有，为了我加2塔，这6-1的人头都送出去了，强行守了一波，但是没有盖伦的情况下，这个大龙可能要丢啊。但是在龙坑里面打团的话，是威古斯跟安妮发挥的空间，而且蜘蛛血量不是很高。感觉这一波蓝色方是可以打一打的。加一战队要不要过来试一下？加一，一马当先，开着扫描往前走，有晕的，直接晕2个进来，但是瞬间被秒。侧边艾克想抢大龙，但对方停手了，选择拉开 EZ 奥数月线往前，想留下人往右边撤退，但右边不是加的方向，蜘蛛闪现节俭给到了。那威古斯倒了，同时侧边艾克也走不掉，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影飞了过去，是潘森，他直接去找对方的女警了，女警给了个夹子，单挑没打过，哇师傅怎么老是我当背景板？但是还有一个疾跑在，女警想一个人操作对方4个人吗？哎，大招没找到地方，有点困难吧？传送过来一个盖伦，哎，又拿到第2个人头，追着3个人打，逼出了开满一个闪现。预言队长拿到了第2个人头，是个终结。哎。又有积分进账，而且侧边盖伦这边想收残血人，能收得掉吗？收掉一个蜘蛛，他追不上李冉了，应该。看到对手这个大招距离确实比想象中远啊。哎，但他是个残血，预言有想法吗？算了啊，守护 AD。算了，没必要。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团队，主打的就是一个点到为止。是。不对。这波打完之后，但关键的是，预言队长又拿到了第2个，这个分就增长，想打大龙，加一要接盘。红高能意识到吗？看到对方少了，在赶了，预言队长已经感觉到了，一个眼睛能擦出来的，知道对方在打，好，发现了，快点把队友喊过来。潘森这个位置大招还没有转好，应该有点来不及了。何强给个E能不能抢一下？没有机会，让拿到这条大龙。管理员的意识还是不错的啊，知道跑到大龙区去看一下。这边能抢到这条大龙，稍微的有些难受，但没关系，听台龙到手。像有着3条小龙的优势，整体的局面上面来说还是占优势。喝口水压压惊。这边哎晕到2个很关键，而且把卡尔秒了。像仇杀虽然放空，但是蜘蛛也倒了。方面优势很大，这边在追，潘森这边一做，盖伦先倒了。再一个恐惧恐惧到2个人，萨洛芬也倒 ，EZ 被挂上点燃，最后一下平 A， 女警烧到这个人头，而这一波打了个大反扑，打了个 ace 啊！这一波被对方抓到了很好的机会，主要应该是侧边的艾克力场在草丛里面晕了2个人。这波打完的话，提了一大波赏金啊！现在这个经济是蓝桑已经反超了。回去预言也是做出了自己的第2件装备，帝国指令是有。现在局势有点扑朔迷离啊，好说呀，看来2边都有机会啊，就看打法。这个时间段还是这个预言战队可能会稍显优势一些，但再过一点时间呢，这个女警现在装备已经很好了，一会儿是无尽出来，这就是加一战队的领先。这个威古斯马上要做出自己的这个金身，蜘蛛现在这个buff可以让一下，还是要支持。哦，让了吧，还让 EZ 一个大招刮走了，哎，小配合，小细节也有了。也把对方这个打网8哦，那 EZ 射的时候伤害还是很高的，但侧边有一个坏人。有个盖伦在，盖伦哎，真找李冉吗？天哪，这打野的功夫，一个大招仇杀命中，但不敢进，还是进来了。但是这波进来，他太想去击杀对方队长了，因为正好挂的是萨洛芬妮，挂在女明星身上了。队友反应很快啊，蜘蛛回身一套秒掉。这个位置应该也是不敢进。
放了。哎，这个盖伦真的好烦啊！现在就有点打不动他。安迪再给个盾，再拉开。 回头盯住，漂亮！在潘森伤害也很高，安妮交出自己的金身，出第一时间被秒，安妮能走得掉吗？安妮最后还是能换掉了，但是对方潘森也走不了了，艾克还挂下一个立场，打出一个护盾，回头一个精准的 Q 技能，好准，但女警的一下平 A 也收到了 EZ。这样双方打了一波3换4，相当惨烈，大家都笑得非常开心。开心最多。嗯。哎，李冉有想法吗？哎，你从哪里出来的？你怎么从后面绕出来了？这 AJ 呀，该是不是说我大哥还是有一手？哎呦，真肉！哎呦，刘德华本人半血，盖伦一个大直接斩死了。这把是要拿下这个 MVP 了，好吧？哎，不好说，女警装备。 女警伤害也挺高的，把这个巴里啊，这是个盛世安安，发挥非常的亮眼。但问题是，现在时间段已经有着这个女妖了，可能下一波对方开团没这么简单了，就把自己女妖做出来了。 现在就等这个小龙就好了。这小龙如果能拿到这个打团，还是非常有说法的。嗯，开龙战了。而且目前啊，两边这个经济差的倒不是特别多，在这个时间点。专注。哎，这边又是盖伦1v2，之后。 这边潘森也跳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海克斯传送的门，这个艾克也来到正面了。艾克还是可以滑墙走，没有太大问题。永不动摇。都在抢占这个视野。现在蓝方身上赏金很重啊。这个小龙很关键啊！哎呦，怎么能让女明星帮 AP 挡这个枪呢？ 哎，一个人顶在前面，仇杀中了哦，但是一人瞬间被秒了，大部分被秒的情况下，仇杀再度刷新，这正面战场一触即溃了，这个团战可能不太好打了。居然能走得掉吗？盖伦，愿峡谷不愿再有盖伦，这样有机会尝试一波啊。下2条线都到，要开2路。 还是要硬要一波，现在身上没有大招了，要一波。想试一下要硬开，女警在开打还是非常快的。这一把是嘉义战队的队长是没有拿到人头击杀，助攻其实也他们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恭喜嘉义战队获得第2场比赛的胜利，恭喜！这样双方大比分1比1平。 加1啊，这样的话，我们要具体看一下后续的这个积分了啊，因为两边的积分现在就扑朔迷离了。因为虽然第2把比赛这个预言战队落败了，但是他们是有帮助到预言队长拿到2个击杀分数的，我没记错的话啊。是。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会儿积分得重新再算一算啊，大家不用着急。但是我觉得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 各自拿下1场比赛胜利，哎，那同时呢，最后这个积分呢就尽人事听天命，但我觉得双方打得都非常的开心啊。这看一下，你们依然是办卡特和办塞拉斯还是不放啊？阿卡丽这边是好尊重啊，应该是这边是。 安安的，是安安的一个阿卡丽。盖伦，这是把 AJ 的招牌英雄也给 ban 了。原来是长舒一口气哦，就是现在毕竟是这个积分还是有点落后，是小落后。第3局要想想办法，主要上一把预言确实已经发挥的很好。
着提升自己啊，可能是已经到天花板了，你再提升一下队友。队友得稍微再站出来一点。嗯，辛德拉，哦，这个版本很强的英雄。威古斯，就上一把这个威古斯确实发挥的很好啊，继续给应该是圣治安继续会操刀，卡莎拿得很早。这把大家选的英雄都是偏个人 carry 的，这前3手。鳄鱼，哇，这把预言的前3选都很强势啊。那这个打野要出什么打野呢？看下这把，哦，先给菊花拿卡莉斯塔，毕竟菊花今天一把卡莉斯塔都没拿着，啊，直接拿，没问题。少爷是难得少见的，稍微皱了点眉头嘛。看来这一场还是得尽可能的把这个分数再扳回来一点。艾克，就是艾克。那应该就是阵容不太，就是氛围也不太变了啊，应该还是彩旗的艾克打野。是，那想一下，这个预言队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辅助来配卡莉斯塔？卡莉斯塔好像没那么好配软辅。扳了手，也不好说。其实也有配什么奶妈这种的。这把猫咪是不是放在外面？对。第2轮两边都要去多扳一下辅助了。奥拉夫，哦，这好针对 AJ 呀！你干脆把 AJ 诺手也扳了。凯西上一把的艾克也是放了好几波很漂亮的 W 技能，控住了好多个人，每一波都能控2到3个，帮助团队把比赛给扳了回来。娜美也扳了，这样的话看一下这一场，预言队长是打算玩哪个英雄？最后一扳给诺手，哎，果然把 AJ 的这个上单英雄全都给你扳了。是，这诺手选下来感觉跟盖伦效果差不多。那 AJ 还能玩什么呢？想一想，不会真龙女了吧？泰坦，哎，其实泰坦加强了 ，AJ 还有手老泰坦。这把还有个卡莎，感觉泰坦蛮适合的。哎呦，他还是直接选择了机器人。这样也要先看对方的辅助英雄了。如果选个软辅的话，那机器人确实很克制啊。勾过去的话，基本上就能够完成击杀。所以这把卡莉斯塔的下路打线任务还挺重的。少爷要玩打野盲僧吗？不会这把 Let Me 打上单去了吧？不好说，看一下。让我们得先确定一下预言的选择。是。预言队长这把要玩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不同的英雄了啊！舔天，还有塔姆，还有这一手，感觉这个反差感特别的萌，你知道吗？很可爱啊！是。这样的话，哎，还别说，你下路真出个软辅还真不好打。对。出个塔姆嘛，就不太怕你勾了。这肯定是 AJ 选的。这把下路我感觉会蛮精彩的，哎呦，很多。哇，这把加一玩机器人啊，这英雄特别看技术了。对，很吃熟练度。我感觉2位明星队长这3局里面都拿出了3个不一样的英雄。对，这个英雄池还是蛮深的。准备了很多，也准备的很充分啊。像这把依然是 Let Me 的打野的盲僧但是左边这个阵容啊，很前中期啊。就是要前中期跟你结束比赛了，而且这个阵容打起架来，
因为说还真蛮容易爆发大人头的，爆发很多人头的。这种前期，尤其是峡谷先锋团那左右，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巅峰期。那右边的话，可能卡莎、艾克啊，还是需要发育一下的。主要这个中野其实蛮弱的，我们在上一把看过了。就嘉义战队这边前中期的中野组合，不是那种打架特别厉害的那种组合。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AP 属性太高了，包括卡莎，其实 AP 伤害也蛮高的。别人依然在沟通些什么啊？但是这把不要再欺负李冉了啊！不要在上半区在这把上单是什么呀？鳄鱼是不是啊？对，鳄鱼打蒙多。哼 ，AJ 你等着吧啊！等着吧。这个对位感觉蒙多也不是特别吃亏吧？而且今天其实郑世安跟西园原子他们在这个嘉义战队当中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啊，打的都很好啊。上一把被AJ 小小折磨了一下，这把杀回来，鳄鱼加盲僧，针对一下上半区，这个蒙多太烦人了，而且这蒙多一旦肉起来，左边还真打不太动，输出不是很够的。也是嘉义目前整体的战队积分是领先的，所以也是打得非常游刃有余啊！今天跟队友的配合也是越来越好了，一把安妮，开团属性也是拉满，当然镜头也是要给到我们漂亮的预言啊！好啦，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下的粉丝吧，给自己喜欢的战队加油吧！好的，谢谢大家的加油声啊！相信我们两边的队长也听到了大家的加油鼓劲的声音，也是这最懂事规则这场 BO3 的最后一场对决啊！哦，进入状态了，我感觉应该是游戏已经开了。是，这已经是这个一决胜负的一局了。当然了啊，这场比赛之后还有的看，还有一把别走开，对吧？还有的看，这场呢只是第一个环节，这个最后一局啊，看一下这个谁能在这个董事规则下拿下这个表演赛这个冠军呢？目前是嘉义战队的小小领先。当然了，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分数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就是在场上的我们的10位玩家啊，2位明星队长加8位主播都是很开心的。好，镜头也是给到了我们非常可爱的粉丝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加油。我们的这个兴盛点和我们的非凡之战会一直持续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这一局两边下路这个辅助的选择应该真的会蛮好看的啊！一边是本来就是机器人嘛，对吧？机器人本身就是一个操作性非常高啊，并且精准度要求很高。对，就是经典10零开英雄嘛。好，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容啊，这边是李冉的鳄鱼 ，Let Me 的盲僧，青蛙的辛德拉，很强的一个中野啊，下路的菊花加上这个预言使用这把是用塔姆啊，河流之主，同时这边蒙多是 AJ 去操刀，彩旗的艾克打野，中单的轩辕子的维古斯上把发挥的是很亮眼，下路是卡莎，加上嘉义队长的机器人，英雄联盟，对吧？卡莎也是圣山安去操刀。有一集团的想法，因为有机器人在，这个一集团可能会勾出一颗人头，往下走，有没有预料到？而且3个人都在草丛里面，开着扫描过来，隔墙一勾，谁是那个倒霉蛋？哎，没勾吗？从这边走啊，那要被发现了，看到了，丢到勾过来，勾了个最脆的，完了，辛德拉被秒了，但是艾克给一个立场，所有人全被定住了3个。
但凯撒这边持续在输出，拔毛先收一个蒙多，拔第2根毛，收掉一个卡莎，凯撒要杀疯了，第3个，艾克也倒，这样凯撒不会要4杀了吧？直接闪现过来，还要再追5杀吗？拔毛减速 ，Let me 想帮不到了，一集团不能打5杀，走了，但是已经赚翻了。啊，是的。而且这样下来的话，预言也是拿到3个助攻了。哦，这个开局太能红。这一波呀，属于是这个想要提前去做一波入侵，但是被对方反打的非常漂亮。是。确实，这个1集团啊，感觉右边这个阵容确实也不太厉害。只是有机器人，只是有抓过来就秒了就跑嘛。对你，如果是想勾过来秒了就跑的，其实隔墙勾一个就完了，啊，打个闪，或者杀个人。这个1集团4个回家直接攻速血加一个白剑，这身上1001加350，1450，差不多1500块钱。这上线卡莎咋玩啊？多蓝剑打攻速还。现在预言队长大胆的往前走。是，就你发现他之前玩软辅的时候，还是会站在 AD 后面的，现在玩了个硬辅啊，知道要站在前面了。舔他上去，是吧？随便舔。两边队长友好互动，勾过来好勾，但是预言直接顶起2个，回头想反打，拔毛往后走，这边马上要舔红啦，保护 AD， 往前再跟，给个减速。打不过，这下路真没法打，这下路已经疯了。但是艾克来了，想换个人头，虽然没有顶起来，但拔毛已经插满，再给一个减速，这减速很关键，这太关键了，直接双杀了滑板鞋。塔姆的减速非常关键，还能捡到了，还能那完了，杀完了，直接一波3杀，结束了。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感觉这下路就玩不了7杠0了，差一个人头超神啊！哇，这把。技能这么准啊，而且都是那种关键时刻减速到的。是的。这样，这把还没轮到打野出场的时候，兄弟们线上都已经完成了击杀了。刚才好像是中野配合了一波吧？青蛙也是击杀掉了维古斯。太脏了。7个人头的凯撒，这把比赛真不好打。虽然说我们前面提到啊，左边这个阵容强势期比较靠前，一旦拖到后面就没什么输出了。但是现在这凯撒太肥了，这把比赛就拖不到后面了。而且这个组合是卡莎加机器人是，哪怕像上一波勾过来，也不一定打得过的。上来红的 W， 回头，但血量换的是很贱。上来，盲僧也赶到，这波有人在反蹲，这个反蹲可能很关键。艾克先晕住对方盲僧，但是塔姆顶起来2个人，预言这个 W 技能用的非常的好，而且拔毛减速到对方2个，再一个 Q 技能配合平 A 收掉，完了，这个下路越帮越忙了。是的，哇，这2波预言都是顶起2个人啊！这个塔姆的这个技能好高啊，真是让我有点没想到。就前2把玩了2个软辅，就是能够技能给的很准，是能够理解的，对吧？但这把玩一个塔姆放的都这么准，是的，说明是真的很热爱这个游戏，平时练的很多。但中路这边压力给的也很足啊，现在就是要看中期打团能不能够有点说法了啊，因为上一场比赛也是嘉义战队前中期落后比较大，但是通过打团打回来了很多。但这把主要是让菊花拿到了自己啊，这切竞技面板我都不忍读了。这个是4763对1600，我没看错吧？领先了3000块。他再多200就领先一把无尽，这下路没法打。超
神了。卡莎现在只能等这个线推回来。还是一集团影响太大了。这一集团5颗人头，有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在职业比赛里面不太愿意去打一集团呢？因为你打一集团呢，一旦没打赢，哦，就像这把局面，你一集被对方拿了5个人头，或者2、3个人头，其实2边差距就会变得非常大。下路这个小的位置随便控，不要这卡斯塔这个点随便打，而且到达6级之后，这卡斯塔还有一手容错，还有这个预言队长的这个塔姆的大招，能保一手，所以你想直接把他秒杀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卡莎只能被迫吃下塔下兵。哎，加一能不能勾一个过来？好勾，还勾到的是塔姆。哎，虽然我现在局势很劣势，但是如果我能击杀对方队长的这个英雄的话，我就能拿到积分。哦，这也是另辟蹊径。哎，开始跳舞。加一还是很皮的啊，这个你就说这个想法非常的聪明啊。是的。这敢飞过来吗？飞过来，推走。在旁边有艾克，位置往侧边走一下，被挂上点燃。被点燃了，但是应该是杀不了，太远。这上还有闪现，闪现过墙之后一丝血，手上还有技能，应该先砸大招。直接挂伤害了，嗯，直接挂伤害，让盲僧去收。哎，侧边赶了过来，哎 ，RQ 空了，但没关系啊，因为踢回是自己家的方向。下路凯斯塔怎么完成了击杀了？凯斯塔把。打出盾弓，哎呦，菊花一个人打2个，谢。预言还帮推兵线，这把又是非常前期的情况下8个助攻了。上路李冉顶级折磨，这个刀还是能看出有点折磨。没办法 ，AJ 玩这种英雄还是很有心得。继续控下路先锋。哦，这把是权限优势啊，可以说，就除了上路以外，但是上路没有那么的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不重要，没有这么的着急去帮，因为鳄鱼这个英雄终极还是没有强度的。哎，这个站位稍微有些靠前啦，瓦师傅。这个应该会让一下给太极。太极这把这个艾克如果很肥的话，也许能够把比赛局面给扳回来。嗯。来了，要帮一下李冉。是，手上还带着先锋，但是不好杀，这2个人伤害不太够。盲僧大招转好了吗？差不多。哎，开一点。能打到，让他把兵线推进去，看能不能放这个先锋。好，放了啊！这个是给鳄鱼补有点卡贴，搞一波发育。李冉确实委屈2把了，闪现咬住，但对方是有被动的，不受控。交大招挂点燃，盲僧一脚踢到墙边，就你欺负我是吧？手下没有中啊，但鳄鱼这边血量是比较低的，要撤了。如果蒙多这个点也被摁死的话，这把比赛翻盘的希望确实比较渺茫。嗯，是的。下路卡斯塔11杠，这钩插着边边走过去，击飞，艾克给力抢，塔姆顶到前面，但没关系，你晕一个塔姆无所谓的。回过头来，这矛已经插满了，还差最后一下平 A， 但是被机器人打断了。哦呦，一个平 A1000块，这一波稍微有些上头了，感觉菊花。塔姆要不回身走不掉了，想换到吗？哎呦，如果能换个人头也是极好的，可惜差一点点，就差一点。嗯。如果能换到个人头的话呢，这波阵亡了都不错。这波打完，感觉对于整个预言战队来说影响并不大，小插曲，不过是属于菊花有点浪。哎，没打断成功，最后2秒。
这样一颗1000块的人头给到艾克，采集这把是有机会 C 的。上路这边你侬我侬，打不出这边。哎呀，这补刀被骚扰的很难受啊！现在很看艾克的整体的节奏了。 来了，上路这边其实有机会越的，想先打个河道线嘛，我觉得没有必要了，直接过来越塔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下路已经在打河道训练线啊，打这个小龙棒过来，漂亮，没问题。爆炸球果接火箭腰带，这样蒙度还能吃下上路的塔皮。那上路，哎，下路是完成越塔，治疗已经开了，最后一下还吸回来，哇，感动！就临死前还把预言队长这个塔姆给吸回来了，这样预言可以安全的撤退。哇，这真是极限操作，在最后一下那个塔的攻击打到身上的时候，哇，是单杀了，一脚踢走，艾克这位置很尴尬，单挑打不过这个盲僧，盲僧征服者已经点满了，大招回到原位，两边都在等。 对方先引火翼这边提上来，但如果推上推2个，推得非常好，伤害很高。等下一个天音波能不能命中？两边都是残血，盲僧找角度被机器人给挡住了。加一及时赶到，但问题是这一勾也没那么勾中，算了。啊，玩得很极限，因为塔姆也到了，再推球推到，伤害不够了。这样，哎，你别说预言队长这个支援的意识啊，还真的非常好的。 哎，野区逮到了，因为盲僧是野区逮到了艾克，直接把艾克给击杀了。那这样采集的节奏被打断了，闪现给恐惧，极限交出这个闪。这样预言赶到了，有机会拿这个人头的。他一点点减速到了，他求稳，哎，他没上，推到了，但是他没技能了。他看到蒙多来了，嗯。 下路菊花一个人在拆塔，好像。快把那塔拆光了。啊，菊花还是可以的。然后第2件应该是要做智慧默认。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可以抱团打架了。想找他吗？和血被恐惧，往前走，没着急出手 Q， 击中天音波，2段 Q 接下平。上路想单挑。 被飞斧减速到了，鳄鱼红度 Q 回一下血量，但是蒙多很肉，在走位，还是被减速到。中路这边又打起来了，艾克大招回到过去，直接伤害灌不死。差一个。艾克回头杀个回马枪，哎，马上要打杀，艾卡西亚暴雨都打在小兵身上了，残血的 Let Me 没有倒掉，而且后续这个卡斯塔赶到，配合队友收掉这个。 人的人头，这样中路这个防御塔可能要掉了。再一波防御塔经济进账，哇，这把比赛感觉确实很难翻啊！看一下这场比赛打完之后，这个积分能不能够找补回来呀？海塔现在2件套，马上就第3件，拿下5阵风，节奏提得很快，不给对方发育的时间点。因为蒙多如果漏到后面左边，这个很难处理。你捡了一下下5阵风。 直接想砸，想留一下对方威武斯，但没有能够留到，就对了。预言一个人顶在前面，哎，救救队长！救救队长！人呢？啊，蒙多在后面断后了。哎呀，卡莎直接飞脸拿下这个头了，又是一个大招技能命中，辛德拉也被秒了，而且是机器人拿的人头。不行了，要走了，这波不能再打了。加一拿头了啊，2个头了。 很关键啊，这个人头拿的，而且这一波打的也很关键啊，把最肥的这2个人也都击杀了。是。虽然说凯斯塔没倒，但是中单倒了。下一队这波打回来好多啊！这波有些上头了，我觉得指挥说要去追这个威古斯，确实有点勉强，不太能追得到。卡莎感觉也稍微能玩玩游戏。
哎，刚才装备很差的。但这个卡丽塔还是肥，装备还是好。辛德拉的装备现在也领先很多，辛德拉这补刀，马上第二件已经要很低了。 成为我们的眼睛。哎，占一下河道区的一个视野，这把是个炼金科技龙魂。是，盲僧身上还是有一条先锋在的，可以在打小龙之前有没有机会？兵线也不是很好啊，感觉下路可能想待一下。没大招的，有大招，但是队友不在身边，没办法砸过去。 再排下去，闪还是闪过来，想勾一个，还踢回去，那边很凶，因为队友确实也不在旁边，没有办法击杀这个盲僧。先拿这条小龙，然后龙给放了。现在掌握着场面上组织的大范围的领先，包括经验，包括装备，包括经济，再就是。 对于该战来说是一个拖住角，尽可能拖住。是。现在一个立场，一个立场很关键，一到两个人，但盲僧在旁边，没关系，还可以一口吃进去，再吐出来，自己被秒掉。鳄鱼一个人在里面扛了4个人的伤害，甚至5个人的伤害。哦，这第一时间想救队友的。哦，减速到盲僧，但盲僧是一个 F6走了。没办法，因为这个艾克的立场确实给的很刁钻，而且。 第一时间凯斯塔不在，凯斯塔如果在的话还能反打。直接开始第2场。哎，晕到卡莎了，卡莎没有被秒掉，差1下平 A， 但先收掉一个辅助。凯斯塔的伤害还是太高了，再给拔毛减速，平 A 收掉蒙多。是，想追，能追得到吗？手上还有着挺好的加速，回头想换，3环没打出来。 大招也没有能够踩到凯斯塔，这样的话，凯斯塔还打了一个团灭。团灭成功之后，这样这个2塔应该也能推掉了。刚才这个凯斯塔还挺细的啊，他在这个艾克大招回来的时候，他还走了一下位，没有被那个大招伤害砸到。那这样子的话，又完成了一波团战的胜利啊！直接带着先锋开始撞到地了。卡莎是率先复活，回来想清下兵。 带着自己的中单啊，先锋也是撞到了水晶上面，开了一路啊，刚好给撤了。很求稳，是的，开路的撤退，因为毕竟才15分钟，对方复活比较快。但现在确实预言战队的优势很大很大啊，比天大。这把比赛基本上很难翻盘的。 虽然说现在艾克的装备还不错，但是面对对方多个 C 位的前提之下，你没有办法切实2到3个人。这都开始3条路带兵线，开始运营了啊！马上20分钟啊，有一个好的兵线、好的视野，就可以先去争夺这个大龙。 对方的蒙多，这边盲僧连着在打，威古斯赶过来了，盲僧还想再追，威古斯给到大招，一脚被踢走，鳄鱼咬住，天音波命中，再追，威古斯直接交一个闪现，但蒙多很肉，这边给到一个恐惧，要往后撤了，蒙多确实肉啊，打不太死。 但这样把对方的中单打走之后，可以直接利用凯斯塔的高伤害去拿龙了，而且有拔毛。艾克在下路带啊，一勾，哦呦，很刁钻，没有勾上来。这个有拔毛加惩戒，应该是不太好被抢的。但蒙多还是要进去试一试。蒙多这边上看了一下，啊，闪下去了，好勇啊，好勇敢的加1。是，可惜就慢了一点点。 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只能让艾克在下路拖塔了，因为艾克刚才确实也不在正面战场，没法去。是，这打野在下路都露头了，就等于就是用下路的一座高地，一个高地塔啊，就换这条大龙。哎，找到，
鳄鱼被单杀，但是侧边有星格拉加、盲僧都在，不太好跑，推球没推到，这个技能放的稍微有些着急，但因为也确实没视野。 有大龙 buff 的加持，想要守这个塔很困难啊！有星拉带这个蒙多，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肉啊。有机器人在，想勾吗？能勾一个过来，勾过来可能杀不掉。两波打下来，感觉现在局势越来越稳固了。 队长跟菊花两个人今夜在开场。给到，给永霜招金身，想规避一下对方伤害，但没有用啊。一包下塔，确实很伤害太高了，而且盲僧又比较肉。直接开大招想追，看追谁。 这边也着急跑，真的追得到吗？感觉好笨重啊！而且凯斯塔过来了，想要反打了，3下4下直接拔毛收掉对方卡莎，卡莎一倒，侧边一场虽然定住了辅助，但是预言直接砸到了艾克脸上，这样艾克被秒之后，剩下最后一个蒙多，纵使你再肉也顶不住对方4个人的火力输出。是，那这样的话，这样就剩下一个机器人了，直接选择我跟我的队友共赴死。 拿到了一波 ace， 那感觉蓝方应该可以尝试一波啦。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守一下这个兵线，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机会了，伤害也不太够。我们可以提前恭喜预言战队拿下第3场比赛的胜利。是的，而且看了一下这把预言是9个助攻。听到了预言粉丝们的加油声，谢谢大家。那。 这场比赛过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次去计算一下目前的这个积分情况。这一场呢是预言战队获得了比赛胜利，但是嘉义队长这边是有拿下2个这个人头的击杀，所以我们还是得看一下最终这个积分情况。